各位观众，其实没有要拍这一集的啦，不过但是想说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啊，加上看到很多留言，其实我都蛮想回的。那现在我就开始把要交代的依序的陈述一下，大家聊个天。那首先呢，我们知道那个三难者他现在状况已经是完全康复了。至于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有一天大概凌晨大概2点多吧，我们的 Instagram 收到一封非常长的一篇私讯，这个私讯来的对象是对方的姐姐，她传讯息说感谢我们救了她弟弟，那她弟弟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她弟弟好像那时候在医院待了4天，4天之后才出院，因为就是在野外受困嘛，然后你有一些症状需要时间去治疗这样，反正重点就是他现在已经康复了。然后我们得知的资讯就是没错，那当天他就是被大哥载去警察局，然后接下来就是警察局送他去医院，这个流程就是没错了。那其他我们之前的脑补啊，那些是我们的脑补啊，有些观众认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就是在这边让大家知道，那个流程是确定的，没有错，没有那些脑补，好不好？那是我们自己的小剧场。那我们大约是在事发过后的1个月，也就是影片发出去的大概1个礼拜吧，然后才收到他姐姐来的讯息，这样讯息里面的资讯量非常的大，打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他那封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边把影片下架啦，因为他说很多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都有看到那部影片，然后都会去问他妈妈，问他说这个三难者是不是他弟弟之类的，他们觉得蛮困扰的。那当然啦，里面的资讯量非常的大，里面还有一些资讯是比较属于私人的事情，我们就不跟大家讲里面的内容它是什么了。是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其实心情是受影响的，因为那些内容怎么说呢，有点算是比较黑暗吧。看了你就会真的心情不好。虽然我们当下接到讯息，看了讯息，知道它的来意，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正要去一个地方拍摄嘛，那个地方我们会有2天没有网络，当下我也没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也没办法传讯息回应他，于是我们就在下山的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些紧急的处理了。首先呢，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个影片，因为我们的流量没有那么大嘛，是因为我授权了影片给一个网络平台，脸书上非常大的一个网络平台，那在那个网络平台收到很多的观看量，所以我第一时间下山之后，我马上传讯息给那个网络平台，麻烦他们下架这部影片。这是我这里做的第一个处理。第二个处理的话，我就跟另外一个影片创作者山野书生讨论的结果就是山野书生会把他的影片下架，毕竟可能山野书生那一部影片的马赛克处理的没有到非常的完美，所以他决定把他的影片下架。我这边我虽然马赛克打的算是非常好，但我也是对影片做了小小的修改，把有那个受难者的部分都修剪掉了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来来回回大概经历了2-3天吧，就是我们一直持续的从对方姐姐那边收到一些讯息，这样就是要我们下架影片嘛。但因为我们还花了时间讨论看要怎么处理，加上有几天是我们是没有搜寻的嘛，然后可能对方也比较着急啦，于是传过来的一些讯息里面，有些其实让我们觉得蛮不是这么愉快了，因为就是有点情感勒索的方式，那种语调在跟你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多少都觉得有点不开心这样。但最后我们还是有做出一个最终的比较合理，然后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这样子。总之呢，就希望他们的家人就是不要再受其他人的打扰啦。那我们能做的大概就这样子。接下来刚才讲到了媒体授权啊，我着实上了一课啊。其实我觉得我蛮聪明的嘞，可是没想到这次还是上了一课。因为当初要来跟我要影片授权的媒体啊、平台啊，非常多非常多。我先讲其中有一家媒体好了，其中有一家媒体，他来跟你要授权，只不过他是一些私人账号，而且他不止一个。这家媒体我陆陆续续收到非常多的私人账号，他就说：“你好，我是
某家新闻的媒体，或者是我是某家新闻网络平台小编等等等之类的，都是同一家媒体，他们就是来问你能不能授权给他们。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我的统一回复方式就是说，麻烦请你们用官方的账号来跟我们联络，这样子。只要我每回一个账号，麻烦请用官方账号跟我们联络之后，就会有下一个私人账号在密我们，就是 Instagram 啊 Facebook 上面轮流的，他们就是来了应该4、5个啊，我印象中没错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蹊跷吧，我的想法是这样觉得啦。如果他是用这种私人账号跟你联络的时候，到时候如果万一出事了或者出包了怎么办？他就可以撇开责任。所以某个电视台媒体就可以不用负担这个责任，他只要把这个人头贡献出去就好。所以我当下完全没有授权给这个媒体啊，虽然他也是大家的媒体，东什么的。那接下来我还有授权给另外一家媒体嘛，就是你们知道的那家媒体。首先要感谢那家媒体啊，你的分享确实让我们收视率爆冲了一些，订阅数也增加了许多，这样当然该讲的还是要讲啊。因为我们的影片的内容主要是在说我们遇到一个登山受难的人，我们的目的性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登山的安全嘛，不要独攀。那这家媒体它的下标竟然是如果在山上遇到通缉犯你会怎么样？靠腰啊，那不就完全扭曲我们的影片了吗？虽然我知道这样下标啊会比较有看头，会比较有收视率，但不是所有观众都会看完影片的嘛，大家都是看那个标题然后开始下故事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啦，如果这种授权给其他媒体的话，我会更小心谨慎啦。后来还有另外一家媒体也要跟我要授权，那它的内容资讯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他会对影片做修改，但是不会更改影片的原意，也不会乱下标题什么。那以后啦，如果那些媒体要来跟我要影片的话，我会去注意这一点，这一点真的是我上了一课我的失误。接下来我就开始针对一些留言来做一些回应好了。有些留言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我们的做法很奇怪，还有人留言说你们是没有救过人吗？怎么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呢？那我在这边做个小小的回应啊，当下我们其实都吓到了，我们是户外玩家，我们不是救援队，所以你的留言说我们是没救过人吗？我真的他妈还没救过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救到人，所以当下我要怎么处理，其实我根本没有头绪啊。我们当下只能依这个人的状况，然后我们去判断，然后先提供他一些保暖，然后食物、饮水等等，让他获得适当的休息。当下情况之下，我们能做的方式我们都做了。回去之后我们也有事后检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这样处理方式其实说实在的不是很完美，我们也做了检讨，所以才想说做成影片让大家讨论看看，如果是之后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去当做一个参考，然后去改进，大概是这样。但我跟你讲真的啦，当下你遇到这情况，你的脑袋除了一片空白之后就是慌乱啊。我真的不相信一般人你在那个地方遇到这个情况，你会做出很完美的处理，除非你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得很好。但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任何这样的经验，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当下能够做的最好的处理了。接下来就是这个留言太多了，我记得影片中明明有讲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收讯的，所以你一直留言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呢？为什么不报警呢？我要怎么回答你？影片就有说啦，那地方完全没有收讯，连紧急电话都打不通啊，要怎么报警？这个我就很难回答你了。还有留言说为什么不马上把它交给警察呢？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没办法回头的地方，我们到达目的地再回头下山到警察局要1个多小时。有鉴于他身体虚弱，他在那边受困了4天，我们当下的想法是说先让他吃一点东西恢复体力，我们再做处理，所以我们才会做了那个决定嘛，先开车下去回转，然后先弄点东西给他吃，大概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接下来要回应那些跟我们一起脑补的那些朋友们啊，就是那些脑补的各种想法，被丢包的啊，山老鼠的啊，通缉犯的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脑中都脑补过的那些画面。很遗憾的告诉你，他确实就是去登山，他
一个人去登山，所以我们都脑补错了。最终的答案就是他确实是一个人去登山，只不过他没有像影片里面说的，他有告诉他的家人，因为我们接收到的资讯是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一个人去登山，然后他的家人也有报警处理，警察有说他们隔天有在东山看到他的身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些留言写为什么他的家人不会去报警，他的家人不会去联络他的留言，现在这里可以回答就是他的家人有报警。那至于为什么他的家人不会联络他呢？因为那地方完全没有搜寻。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他留了说刺青怎么了吗？刺青真的没怎么了，好不好？不用这么敏感，我本身也有刺青啊。但如果你有了解刺青的话，因为我们的留言下面就有人提供正解了，我们当下吓到的一点是，他把一个关公刺在背上。如果你懂刺青，你了解刺青，你可能会了解关公通常不会刺在背上，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命格可以刺一尊关公在背上的。那我有看过关公刺在背上，只有唯一一个案例，就是某个大哥大了，就这么说，好吗？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关公刺在背上，真的你会觉得有点吓到吧。最后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最后讨论出有可能性的原因，为什么他一个人登山会在那边受困4天的原因，这个就会牵扯到一些灵异事件。就是呢，因为山野书生他有体质，蓝鲸也有体质。那在事件发生的当下，还没看到受难者之前，其实山野书生他就看到一个穿红色长袖衣服的人在那边挥手说不要。你看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我每次讲到这个红衣服，我的鸡皮疙瘩马上起来。当下山野书生以为那个人是人，你知道吗？等到他走过去看到那个受难者，才发觉，奇怪，怎么不是穿长袖红衣服的人，而是一个穿短袖的人？所以最后啦，我们就觉得，这可能会不会是遇到传说中的那种某型啊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啦。我也不是那种宗教狂热者，但我也不铁齿，就是宁可信其有啦。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又再度要去亚丁温泉一次，这次呢一样没有成功。事情是这样，就是后来我约了另外一群朋友，想说那既然上次没去过，那我再去一次好了。他们也都答应了。然后有2个司机在我们要出发的前一个晚上，都突然传讯息给我说，他的脚受伤了。2个人哦，2个人都说他的脚受伤了，而且他们2个不认识彼此，就是我的不同的朋友，他们2个人脚都受伤。因此呢，我就觉得好吧，那亚丁温泉应该是在拒绝我吧，我这辈子可能不太会去那边了啦，看看别人的影片就好了。最后做个结尾好了，总之我们知道那个受难者他已经平安康复了，也希望其他人不要再去打扰他们家了。那也感谢那位载他们去警察局的那位大哥，你真的做了好事。我们也在这个救人的事件上面学到了一些经验啊，虽然我们是不希望再救到人啦。那我们这个亚丁事件续集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We are Outdoor Boys. See you next time.我忘了业配了哈，这件衣服我们的帽 T 有在卖，非常好看，这里印着 Outdoor Boys 的 logo， 好吗？链接在下方，记得购买。